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正走在新竹县竹东镇长春路上。我3年前曾经在竹东徒步旅行，不过当时错过了一个历史古迹——竹东长春医院。不过我错过是因为当时竹东长春医院还没有被登录为历史古迹，是去年才被登录为历史古迹。 所以今天来竹东旅行，就特地来，算是专程造访竹东长春医院。新竹县限定古迹竹东长春医院，这是日本时代竹东地区第一家西医医院。 现在1楼经营长春1930咖啡。这栋建筑大约是1930年完工的。这里有竹东长春医院的简介，老屋新意，满载历史的长春医院。我老婆帮我点餐，我先上来2楼参观一下。2楼有一些展览的资料。 这间有宋展和教育基金会绘画比赛，要先进来看一下。这是宋燕仪医师一家的日常生活起居的老照片。 这是宋燕仪、宋彦祥2兄弟。他们在1909年的时候创立了竹东第一家西医医院。那后来在1920年代兴建了现在这一栋竹东长春医院，是当时竹东非常著名的建筑。竹东长春医院这栋建筑后来也历经了一些沧桑。后来宋家因为投资失利。 所以医院转手让人经营，换了几家医院的不同名称，最后是还曾经经营过 7-Eleven 便利超商。那后来宋彦祥的应该算是孙子吧，孙子辈，后来他们就5兄弟，那成立一家公司，将这栋建筑给买回来，那主动修缮，同时也主动向政府申请登录为历史古迹。 所以在去年，这栋建筑就被登录为新竹县限定古迹。所以台湾很多好房子，有些被保存下来，那有一些没被保存下来，其实跟后代子孙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。有一些老建筑，即使政府有心要把它登录为历史古迹，可是消息传出即将进行古迹审查的时候，可能半夜就发生一场无名火。 把老房子给烧掉了，因为房子是位于市区的黄金地段，所以可能改建比较会有经济利益。那像竹东长春医院是坐落在热闹的市区，而且已经变成是别人的房产了，而后代子孙很努力的把房子买回来，然后让它登录成为历史古迹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
宋燕仪、宋燕祥两兄弟都是毕业于当时台湾总督府医学校，就是现在台大医学院的前身。那哥哥宋燕仪主攻外科，弟弟宋燕祥主攻内科，所以当时是被主动人称为大医生、小医生。我老婆说咖啡已经来了，那我先下去喝咖啡，待会再上来继续参观。这是我热咖啡。哦，这里还有现场驻唱。喝完咖啡，我再度来到2楼。这是我刚参观过的绘画比赛作品。哦，这间也是咖啡厅。所以也是可以在2楼这边喝咖啡。外面这条街道就是长春路，隔壁这间现在是用餐区，墙上有很多老照片。这是日本时代从青少年时期学生就开始学习弓道。这是峨眉工学校，是现在峨眉国小的前身。这是竹东青年师生的合照。左侧站立的这位就是宋燕祥医师。照片约拍摄于1910年前后。在日本时代，竹东宋家是当时的望族。这是长春医院的老照片。旁边这一间就没有开放了。这边要特别介绍的是宋燕祥的第4个儿子宋瑞楼，他后来在九州大学拿到医学博士，又到美国芝加哥的医学中心深入研究。他钻研于肝炎的研究，后来入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他的研究对于肝病的防治具有重大的贡献，被尊称为台湾肝炎之父。长春医院接起家族的时代精神，在竹东接续故事。买回家族代表性的建筑长春医院，宋文岳大哥和兄长们决定的一件事，就是主动申请历史建筑的文资身份。目前这栋建筑除了打造成为长春1930咖啡厅和艺文展览的空间，也提供宋展和基金会、好心肝基金会等作为资讯中心，持续助人。外来的游客或许比较不熟悉竹东长春医院的位置，不过这里距离竹东著名的萧如松艺术园区只有120公尺，步行时间1分钟而已。那边可能是外来的游客比较熟悉的竹东景点。那边有5栋日式宿舍，算是竹东市区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宿舍群。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造访那里了。那今天主要就是来专程造访竹东长春医院。那我待会就下楼去跟我老婆继续喝，我还有半杯还没喝完。那我今天的竹东长春医院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
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